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苹果和枸杞才是绝配。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做法简单又实用，但是知道的人不多。那么赶紧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坊。苹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，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它，因为它不仅口感脆甜多汁，而且营养价值也特别的丰富。它含有膳食纤维、多酚类物质、维生素 C、果胶、碳水化合物、钾以及抗氧化物质等等。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苹果的另类吃法，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首先，苹果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一下，用清水直接来洗其实是洗不干净的，因为现在的水果大多是大棚种植，因此我们一定要放入碗中。接下来再加入一些水，把苹果表面给淋湿，然后在苹果表面撒上一点食盐，因为食盐不仅仅有颗粒摩擦感，而且还具有杀毒消菌的作用。用它来清洗苹果，不仅可以清洗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除上面的农药残留。直到用食盐把整个苹果都均匀的搓一遍就可以了。搓洗好之后，在碗中把表面多余的食盐以及搓出来的脏东西给它洗掉，最后再用水冲一冲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苹果。然后把苹果放在菜板上，用刀把苹果从中间一分为二。因为这里一个苹果我们用不完，因此用半个即可。接下来再把苹果当中的苹果核给它去掉，因为苹果核不仅仅没有任何的食用价值，而且如果不去掉会大大的影响口感。然后开始切苹果，这里我们再次从中间给它分开，然后把苹果给它切成苹果片。当然了，你切成苹果丁也是可以的，根据个人的喜好而定。切好以后，把苹果放在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些枸杞，不要太多，大约在10克左右。再淋上一点点水，然后加入一勺面粉，用你发财的手开始抓洗。因为枸杞表面凹凸不平，而且藏了很多的灰尘，因此用面粉才能把它洗得干干净净。因为面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作用。只是抓拌了一小会儿，可以看见碗底现在已经特别的脏了，说明这个清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说枸杞营养价值特别的高，一句话就足以说明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。所以无论是营养价值再高的食材，我们也一定要给它清洗的干干净净，这样食用起来我们才会更加的放心，也更加的健康。最后再加入大量的水来淘洗。现在也可以很明显的看见，淘洗枸杞的水已经变得特别的脏了。见过这个清洗过程以后，枸杞你还敢直接拿来泡水或者煲汤之类的吗？洗好之后，把枸杞捞出，放在漏勺里面，最后再用一勺水把枸杞冲洗一遍，这样的枸杞清洗出来就会变得特别的干净。接下来把枸杞和苹果倒在一起备用。再找出家里面的砂锅。为什么这里建议使用砂锅呢？因为砂锅它不仅仅能够锁住食材当中的营养成分，并且它保温性强，还可以让所有的食材均匀受热，因此建议使用砂锅。然后把苹果和枸杞都倒入砂锅当中，再加入500到60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或者矿泉水，最后盖上锅盖。先用大火将锅里面烧开，利用这个时间再准备1颗鸡蛋，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，你2颗也可以。然后开始清洗鸡蛋，把鸡蛋表面刷一刷水，
同样，我们需要在鸡蛋表面撒上一点点食盐，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杀毒消菌的作用，并且能够把鸡蛋表面洗得干干净净。因为鸡蛋表面特别的脏，它不仅仅有细菌残留，还有少量的鸡粪残留，所以直接用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纵然是鸡蛋我们需要去壳，但是也难免把鸡蛋表面的细菌给弄在鸡蛋里面。因此以后在吃鸡蛋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哦。鸡蛋洗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，直到锅里面烧开以后，然后把锅盖揭开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加入1到2块红糖，然后再把鸡蛋打入。这里鸡蛋不要直接打入锅中，否则就会出现散花的情况。我们可以把鸡蛋打在勺子当中，接下来把勺子放在锅中烫一烫。烫的过程当中，勺子中也不要浸水，用锅里面的高温把鸡蛋先拧醒，这样就能防止鸡蛋直接倒入锅中而出现散花的情况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把鸡蛋给它刮一刮，因为这样鸡蛋已经粘在了勺子上面，直接倒是倒不下来的。通过这种方法，鸡蛋刮下来，看一看锅中已经没有散花的情况了。如果你平时喜欢煮荷包蛋，那么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哦。最后将锅中搅一搅，这样有利于红糖快速融化。然后盖上锅盖，用中小火煮5分钟时间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再次揭开锅盖，一瞬间你会闻到特别浓郁的香味，别说，真的特别香。然后立马关火，可以看见苹果、枸杞以及鸡蛋都已经熟了，而且里面的汤汁也非常的浓郁。最后只需要把煮好的盛出倒入碗中，倒上满满的一大碗。这里我们一定要趁热吃，看看口感怎么样。先说说这汤汁的味道，是真的非常不错。当然了，你看做法简单，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坚持这样吃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和不同的发现。你知道它的作用吗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